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前几天印度那边发生了一件挺逗的事儿，啥事儿呢？不是他们庆祝啥印巴空战的胜利，也不是他们卫星发射完隐身了，而是一个印度女网红让警察叔叔给带走了。话说5月18号那天，印度时报发了个消息，说有个叫乔蒂马洛特拉的一个女网红被印度情报部门给抓了，说是给巴基斯坦当间谍。你瞅瞅这标题啊，那叫一个耸人听闻啊！YouTuber 博主乔蒂在哈里亚纳邦的西萨尔被捕，这消息一出来啊，那可都炸了锅呀！几个小时就成了印度媒体阅读量第一，全印度人民都开始吃瓜了。要知道啊，之前印度为了不让大家说他们的空军不行啊，已经封了8000多个 X 账号了，现在转到线下抓人了，这女网红啊就成了第一个被抓的倒霉蛋。हमें सेंट्रल एजेंसी से इनपुट मिला था, उस पर हमने काम किया। तो ज्योति मल्होत्रा जो कि रेजिडेंट है हिसार की, उसको हमने अरेस्ट किया। तो शी वाज इन टच विथ PIOs and she had also visited Pakistan multiple times。咱中国的网友一看这照片，哎呦，这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个间谍不间谍咱先不说啊，这不就是去年来中国丢人现眼的那个印度女网红吗？没错，就是那个在中国内衣店啊，把这个内衣外穿，穿了吧还不买的那个。这事啊，得从2024年5月说起啊。他从德里飞到越南，再跑到上海，一下飞机啊，那感觉就跟野人进了城一样。他说自己要用1000块人民币啊，在中国玩半年，这意思就是暗示中国很穷呗。还说自己住的是1晚上350的豪华酒店，还说中国人自己都住不起。上海呀，350块能住啥豪华酒店啊？顶多就是个快捷酒店吧。然后他又坐高铁去了浙江，这中国的火车那是干净平稳，速度快。他可倒好，各种嫌弃啊。不是嫌这个厕所里没小水桶或者小水枪啊，因为这个印度人啊上厕所是习惯用手的啊，就是嫌这个水龙头出水太慢，因为他这个人家是感应的呀，他手没放对地方啊，他还非要一个男生啊把一个靠窗的座位让给他。चीनी भाई इधर बैठने दे यार चीनी भाई इधर बैठने दे यार या इधर OK 下了车他又开始叨叨啊，说这个印度高铁虽然慢，但是东西好吃。哎呦喂，他呀，不管是在这个公交车上、酒店里、高铁上、商店里，还是大街上，那都是大声喧哗，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来了，还抱怨中国人啊不会说英语。哎，好像自己会说几句殖民者的语言就了不起一样。他骑的那辆共享单车啊，还是一个中国小姐姐帮他扫码开锁的。然后他一边单手骑车，一边举着这个手机自拍，结果给交警拦下了。他倒好啊，直接就把车扔一边就跑了。这个车不归位，那个帮他的中国小姐姐还得被扣钱呢。他可不管这些啊，他就心安理得的走了。走在大街上，他就突然坐到一个阿姨的电动车后座上，还指着前方让阿姨带他去。哎，你谁呀？这阿姨让他下来，他又不肯。Let's go。Dad， चलो。我从这里走。哎，都चलना ना。我从这里走。नहीं उधर चलो。Let's go。下来之后啊，他又跑去坐公交车，一上来就让司机开车，还好奇司机啊为什么有个单独的舱室。到了红绿灯，他又让司机让他下车，因为印度公交车是经常没有车门可随便上下的，但是在中国不行啊，司机到站了才能让他下车。他这一通装疯卖傻，还成功省下了2块钱车费。回到酒店，他点了杯咖啡，明明知道这个价格是50块钱人民币，但是他掏出一张100卢比的纸币去结账。这个100卢比的纸币啊，差不多是人民币10块钱。他还觉得自己挺聪明啊。咖啡店的小哥跑了好几趟，他发现糊弄不过去了，这才掏出人民币结账。到了吃饭的时候啊，又是嫌菜单里都是什么螃蟹了、鱼虾了不好吃，没有咖喱。去社区卫生室了，他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啊，进去就拿着手机啊一通拍，哎呦，吵吵闹闹的呀。这个33岁的印度网红啊，在中国一共拍了7条视频，那素质极差，丢人现眼，在油管上被网友骂惨了，他才不情不愿的道了个歉。他这些行为啊，就是为了迎合印度人那种我们比中国富裕、先进、卫生的幻想，故意要抹黑中国，这就是他的流量密码。本来想踩中国来美化印度，结果丢脸的是印度自己。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一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网红，怎么会涉嫌间谍罪呢？根据印度媒体爆料啊，他跟巴基斯坦3军情报局啊有联系。
不过我是不太相信凭他的智商能当间谍，这更可能是印度当局想制造个大新闻，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It features a woman named Jyoti Malhotra. She is from the state of Haryana. She's a YouTube influencer, a travel vlogger. Jyoti Malhotra has documented her journeys across the globe from bustling cities to quiet mountain towns, but one destination stands out, and that is Pakistan. She's been there multiple times. Images of her trips have now gone viral. One of them shows her with Maryam Nawaz, the Chief Minister of Pakistan's Punjab province. Jyoti's last trip to Pakistan was in March this year. And now she's behind bars, arrested on suspicions of being a spy for Pakistan. 5月17号，他被捕的时候，印度当局说他向敌国泄露了印度机密情报。一个网红能有啥机密情报啊？他之前在果尔刚一家公司上班，因为这个疫情失业了。2022年开始当全职的旅游博主，主要就是去印尼了、巴基斯坦了、中国了、越南了这些地方。2023年，他去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寺庙拍摄的时候，去新德里的巴基斯坦大使馆申请签证，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巴基斯坦外交官，叫拉希姆。到了巴基斯坦之后他通过这个拉希姆又认识了几个巴基斯坦人员。没过多久他就跟其中一个人谈起了恋爱，还一起去了印尼巴厘岛同居了。以上这些都是印度方面的说法。拉希姆在5月13号被印度驱逐出境了。印度情报部门就把他和其他5个巴基斯坦的大使馆有联系的印度人列为逮捕目标。这6个人来自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有学生，有寡妇，有保安。印度方面准备把这6个人打造成一张间谍网。乔蒂因为经常出国旅行，就成了头号目标。印度部门说乔蒂通过他的网络账号塑造巴基斯坦的正面形象。比如说他在油管上发了很多巴基斯坦旅游的视频，标题是印巴女孩在巴基斯坦探索拉哈尔，强调巴基斯坦的文化和友好的氛围。他们所谓的证据就是2024年他发过一段关于克什米尔帕哈勒加姆恐袭的一个新闻，讨论自己要不要再去克什米尔。2024年3月，他在视频里记录了自己从印度阿塔里进入巴基斯坦的经历，描述了货币兑换这些细节，表现出对这个巴基斯坦的热情。2023年他还参加了巴基斯坦大使馆举办的开斋晚宴，跟拉希姆夫妇互动的很友好。今年他去巴基斯坦看比赛的钱就是他的巴基斯坦朋友给的。乔蒂的爸爸说他的女儿是拿着合法签证旅行的，是被诬陷的。乔蒂在拘留所告诉他没事儿，我只是被冤枉的。但是印度当局既然把他被捕的事闹得这么大，就是想借他网红的影响力炒作一波。他被指控的罪名是违反了1923年官方保密法和印度刑法典，危害印度主权和安全，以及为巴基斯坦培养长期资产。哎呦喂，这个罪名可不轻起步就是5年最高能判终身监禁。印度经济时报说，情报部门还发现他在发了印度女孩在巴基斯坦系列视频之后他的播放量和粉丝数量都出现了非自然跳跃，总播放量达到1200万。但是这视频火了之后，它涨粉多不是很正常吗？除非这个巴基斯坦花钱给他买了流量和推荐量，但是印度情报部门说的这些都是推测一点都不严谨。说起印度人有多不靠谱，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笑话吗？就是2013年初印军发现有2架中国无人机越境收集情报，中国坚决否认。印度国防情报局就组织了各路专家对无人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研究国内舆论群情激愤，都要求把他们给击落。印方说他们观察到中国不明飞行物越境侦察了155次，但是印军用雷达捕捉不到信号，用导弹用战机怎么打也打不到。于是这个印度就越想越害怕，中国这是什么空中装备挂在那里不管不问，但就是打不下来。最后印度人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其实是木星和金星。2013年7月26号英国 BBC 就报道了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笑疯了印度人疑神疑鬼了大半年，原来是在跟2颗行星较劲但是印度国防情报局还自夸警惕性高，说造成误判的原因是因为当地海拔太高了，行星太亮了。去年底，驻守中印边境西段的印度安全部队称，在高空频繁看到不明黄色发光球体，并且质疑是中方部署的高空无人侦察机。为此，在2国边防会议期间，印方正式就此与中方交涉，但是中方予以坚决否认。另据印度匿名高级军官透露说，印方还曾计划将飞行物击落，但是由于其位置太高，无法实现。
印方随后启动所有调查手段，部署移动雷达和光谱分析仪进行侦测，在穷尽现有的科技手段之后，也未能辨别飞行物的性质。最后，印度军方寻求天体物理研究所专家帮助，而在最终报告上，印度专家们终于确定了飞行物的真实身份，这就是银河系8大行星当中的木星和金星。乔蒂这事啊，无非就是金星和木星事件的真人版啊，是印度当局啊封杀网络账号行动的一部分，阻止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间交流。这个印度时报的评论区里啊，这是一波又一波的印度人啊，要求把他给绞死啊，有的还威胁要先对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有的中国网友也信了这个印度人的说法，怀疑是巴基斯坦派他来中国做一些没有素质的事情，让大家更讨厌印度。这脑洞啊也不输印度人了，难道印度人不公平对待中国在印企业这些恶心事儿也是巴基斯坦设计的吗？更何况啊，一些来中国的印度博主啊，经常要靠抹黑中国来美化印度，他只是其中一个白嫖怪。他对巴基斯坦有好评啊，是因为他本人就有旁遮普血统，跟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啊语言相通，有好感。巴基斯坦方面也想利用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发一些有利于巴基斯坦的视频。但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印度情报机构啊却想借他的人头一用，立个大功，所以回旋镖啊就结结实实的扎在了他的身上。他当时来中国有多嚣张，现在啊就有多狼狈。文明友善的中国人啊不想跟他这种人计较。然而最讽刺的是啊，现在教他做人的是印度情报部门。只能说这位高的印度网红啊，他的认知水平啊配得上他现在的苦难。你说这女网红啊，本来想靠着黑中国火一把，结果把自己给坑进去了，也真是应了那句话啊，不作死就不会死呀。咱们吃瓜群众就等着看热闹吧，别太当真，毕竟这世界上奇葩事啊，那可是层出不穷啊。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